独生子老公见义勇为去世，我赡养公婆，任劳任怨。直到某天，我看见婆婆的手机短信：妈，佳静怀孕了，你有孙子了。赵佳静就是我老公救的人，他拿命保护的心爱女人。原来我老公没死，穿越到另一个身体里了，还联合婆家人榨干我最后一丝价值，害死我女儿。万幸的是，我重生了。我去世那天，孙家人正其乐融融包酸菜饺子，把父母留给我的房子据为己有。婆婆抱着红光满面的大孙子，用小气枪打我女儿最心爱的芭比娃娃，一个断了头，一个断了腿，一个摔得四分五裂，和我女儿车祸之后一样惨。公公站在门口抽烟，我父母生前最珍爱的兰花成了他的烟灰缸、垃圾桶。屋里，我老公和赵家静坐在沙发上，亲昵低语：我救了你一次，你也让我重生了一次，这是不是相互救赎？咱们的爱情像梁祝一样美好啊！赵家静涂着我的赫莲呢，穿着我的真丝睡袍，幸福到脸蛋红彤彤的。我的灵魂围着大门转圈，就是进不去。心虚的孙家人请了几张符咒，在储藏室布阵，将我和女儿的名字写在里面，永生永世不能再靠近孙家。他们的如意算盘打得太响了，我很久没做这个梦了，以至于苏醒后仍然愤怒到双手发抖。我的重生，在孙少伯见义勇为那一天，搜救队说准备后事吧。前世我被吓得六神无主，很多细节都忽视了，比如孙少伯的手机，他手机里全是私会赵家静的证据。见义勇为，分明是于强钻穴，意外溺水。公婆听完消息就手脚发软，不管事了，白事上上下下全靠我操持。我把孙少伯送进去烧了3次，烧的粉末特别细，才肯带走。回家就给公婆包了顿酸菜饺子，里面加了点料，又给公公准备了一盒华子，里面也加了点料。他俩酒足饭饱，恢复了一些精神。公公点上烟，开始回忆儿子的点点滴滴。特制的华子烧起来有股诡异火光，我静静收拾碗筷，唇角勾起了一个冷冷的弧度。等收拾妥当，我擦了擦手，故作烦恼地向两人开口：有件事不知该不该说，我总觉得少伯不能这样就走了，都是那个女人勾搭他的。我把手机导出的聊天资料给公婆看，是赵家静和他纠缠不清，是赵家静约他出门见面，又是赵家静活下来，孙少伯溺水了。以我对他们丑女的了解，此时他们对赵家静的恨是超过我的。我见过被救人赵家静，他说都是少伯欠他的，少伯自愿为他献出生命，他不会说半句感谢。婆婆一下子恨红了眼睛，这是哪来的小野种？他怎么这样对我儿子？我跟着挤出了几滴鳄鱼的眼泪，掩面无助道：少伯和女人私下见个面，聊聊天算什么大事？可他不能平白无故就害了一条性命啊！我宁可不认这个见义勇为，也要给少伯讨个公道。公婆又问了，这口恶气怎么能咽下去呢？我给他俩出了个主意，要钱吧。前世没经验，等白事搞起来，赵家静已经出院了，主动上门磕头道谢，把所有人都骗过去了。这一次孙少伯烧得快，办得快，趁赵家静出院之前，我已经把孙家人激怒了。赵家静上门的那天，连地毯都没踩上，就被公公连人带东西扔出去了。伴随着孙家人的怒吼：少来假惺惺的，1分钱不花就夺走我儿子的命，你痴心妄想！赵家静应该是猛的，此时他和所有人都是第一次见面，也包括我。他试图解释是一场意外，孙家人却像咆哮的饿狼，恨不得把他生吞活剥了。于是他也不装了，嚷嚷着孙家讹人，双方第一次撕破脸。孙家开价500万，赵家静联系了律师，反正没人再提见义勇为，这就对了。孙少伯是什么狗崽子，他也配得上见义勇为？打官司纠扯不清，这段时间公婆要暂住我家，睡女儿房间。我原本打算过几天将他们赶走，不成想第一晚就撞见了让我无法容忍的事。婆婆在女儿专用的饮水机里放消毒片、煮袜子。小女孩娇气什么，喝个水都要专门的饮水机啊！公公不以为然地训斥我：你婆婆她爱干净惯了，在外面跑一天，又不想弄脏你们的洗衣机，自己搞个东西洗洗袜子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女儿肠胃弱，
市面上仅有几种矿泉水，喝了不拉肚子。我给她准备了单独的饮水机，是娇气吗？我自己的女儿，我就愿意这么宠。我压下心中的怒火，先把女儿送去闺蜜家暂住。第二天，亲手为她俩准备了一顿消毒水大餐，忙前忙后伺候公婆吃饭，任劳任怨收拾碗筷，等她俩口吐白沫，有条不紊地打120送医院洗胃。医生问为什么，我恍然大悟地一拍大腿，哎呀，妈，您是不是弄错饮水机的排水管了？上水接下水，做饭的水都污染了。公公仔细一想这个事，没忍住又吐了一地，一个劲朝婆婆翻白眼。婆婆问我怎么没事，因为我一口没吃，全伺候他们了呀。我可是24孝好儿媳。那天出院回家，公婆拉我谈起了房子的事。我和孙少伯是相亲认识的，他父母都是我爸手下的文员，一家老实人，我爸妈觉得不错。没多久，我父母意外过世，我把这句话当遗言，和孙少伯走到了一起。后来惨死，才看清这一家的真面目。孙少伯去世后，首当其冲就是房子。房子是我父母的遗产，但孙家人千方百计想得到，说白了就是吃绝户。前世我真的以为孙少伯是见义勇为，即使法律没规定要赡养公婆，我也不能让英雄寒了心。我主动养着他父母，所以顺理成章让他们卖了房子，搬来一起住。这一次，你看看今天的事，太危险了。你一个女人带孩子难处多着呢，住这么大的房子，这么多高科技，你心思顾不过来的，以后我们帮你照顾孩子吧。我完全忽略婆婆的 CPU， 云淡风轻道，妈，这房子我打算租出去，带着孩子换个小点的房子。公公用高1个分贝的声音问我，租出去？对啊，我自己的房子我都有安排的。少伯撒手不管了，以后养孩子养老人都是开销，租出去挺好的。爸妈，您几号搬走来着？公婆面面相觑。半晌之后，我婆婆沉沉地哼了一声，转身回屋了。没那么简单，这也是我儿子的家，你说租就租，不然呢，我可不惯着他。3天之后，我把贵重物品分批搬走，找了一群附近学校的学生，都刚毕业没什么钱，又精力旺盛，把房子低价租给他们了。可以开 party， 可以尽情闹，可以昼夜颠倒，短租随便换人。就一个要求，别吵邻居。住儿童房的老两口不是邻居。顾早，你什么意思？募一群大学生在房子里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，房子是我儿子的共同财产，你不能随便支配。老两口被吵得血压都高了，连夜搬回了自己家。我坐在5星酒店的咖啡厅里，听着婆婆气急败坏的电话，笑道，妈，您糊涂了，房子是我的婚前财产，孙少伯活着还是死了，都和孙家无关的。孙少伯和赵家静打官司如何了？钱要到了吗？那才是咱们的钱，以后要均分的。婆婆骂骂咧咧挂了电话。下一秒，我看见目标出现了，重生之后的孙少伯。哦不，应该说是溺水身亡，魂穿到另一个年轻男人的孙少伯。他刚刚适应完新身体、新身份，立刻找到了在酒店上班的赵家静。这对苦命鸳鸯在角落里拥抱，诉说着所有秘密。我听不到声音，只看口型，都能猜出孙少伯说了什么。他被一个不爱的女人耽误了5年，他拿命换来了赵家静平安，他不后悔。他重生了，属于他的都会一一夺回来。笑死了，你当自己是爽文大男主呢？我转头问酒店总经理，她也是我闺蜜，角落里那俩人都穿制服的，你认识吗？我闺蜜摇摇头，男的像摆渡车司机，女的像前台。我直截了当说，我想让他俩失业。那天之后，公婆不情不愿从我房子里搬走了。如我所料，没多久之后，婆婆主动打电话联系我，我们跟赵家静和解了，搞清楚了，我儿子没有你说的那些事情，他是个善良踏实的好孩子，就是见义勇为。找个时间来家里吃饭吧，家静要当面向你道谢，他这孩子也不容易。我冷笑着挂断了。算算时间，孙少伯应该和家里相认了。他们一家人团聚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嫂子，我真不知该怎么面对你。婆家桌上摆着4菜1汤，白菜、菠菜、茼蒿、蒜苗，公公碗里有个肉丸子，配2两小酒，简单的一桌饭。这就是我和赵家静第1次见面。哦不，前世见过很多次了。他在我病床前
眉飞色舞讲述着我女儿进 ICU 的惨状，那抹笑容我一刻都不会忘。公婆和赵家静双方和解了，认定孙少伯就是见义勇为。婆婆还大言不惭地说，赵家静都怀孕3个月了，怎么可能和我死去的丈夫有染？我笑了，前世我对这个理由深信不疑，现在想想，这对早勾搭到一起的苦命鸳鸯真令人恶心。孙少伯换了具身体，婚内让其他妹妹怀孕的事就能接过去了。他做梦呢。我冷冷抬眸，问他们，那就是说不赔钱了，还认他是见义勇为？那3人齐刷刷点了点头。行啊，那我宣传一下老公见义勇为去世，不过分吧？我连夜找工厂印横幅，印锦旗，买明星应援那种 LED 车，绕着公婆小区滚动播放这感人事迹，沉痛宣布，我老公孙少伯周一午休，横跨整个江春市，从橘子酒店后门救起衣衫不整的妹妹赵家静，自己不幸溺水身亡。横幅往老两口的楼外面挂，锦旗往赵家静工作的酒店送。第一眼看上去觉得奇怪，再看几眼，你品，你细品。顾早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儿子死了，你还要污蔑他的清白是吗？公公婆婆从小旅馆里给我打来电话，小区里的风言风语让他们脸面丢尽，被人放到网上后，网友都在找孙少伯是何许人也，吓得老两口不敢回去住。谁还关心见义勇为啊？横幅背后的花花故事显然更吸引人。妈，您怎么了？您不是说少伯问心无愧吗？我恨不得他那英雄事迹让全世界都知道，您不高兴吗？婆婆气得咬牙切齿，你的心比蛇蝎还狠啊！你现在过来找律师，咱们分遗产，从此你再不是我们孙家的人。我求之不得呀，就怕你们贼心不死，惦记着我家的钱。不过分遗产有个条件，公婆说既然我女儿姓孙，要归他们养，否则就让我放弃继承遗产，和女儿净身出户。我二话没说选了后者，1分钱没要。我当然知道他们打什么主意。孙少伯现在是大号换小号，原来的人脉名声是带不走的，能带走的只有钱了。等老两口拿到孙少伯的遗物，立刻气急败坏给我打来电话，我儿子的那些钱去哪儿了？我儿子的银行卡都在哪儿？我笑着掏出1沓银行卡，丢进火堆里烧了。爸，您说什么钱？少伯的工资卡都在啊。难道是私房钱没了？私房钱我怎么知道呢？耳边的电话传来一声巨响，紧接着是公公一连串的脏话。少伯有私房钱也不告诉我呀？不行，您报警找找吧。烧完最后1张卡，我笑着挂断了电话。等孙少伯绞尽脑汁找到卡号和密码，还有个惊喜等着他。这些化整为零，存在多张卡里的私房钱全被我挂失冻结了。反正他1分也别想拿走。孙少伯重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联合家人把存款、股票等值钱的东西倒腾走。前世他就那么点工资，但我信任他，把股票投资交给他打理，他从里面捞走不少私房钱。后来我女儿躺在 ICU 等着救命钱的时候，我账户里的股票基金不翼而飞，我百思不得其解，密码怎么会有第3个人知道？如今重活一次，我还能让他逍遥快活？老两口因为银行卡冻结的事气得要死，没几天120就给我打电话，说公公昏倒了。到医院一查，白血病。我掐指算算日子，比前世发病要早很多嘛，看来是急火攻心了。婆婆守在床边，唉声叹气道，情况就是这样，你公公才60几岁，我卖房也要治好他。说完，她特意提醒了一下，我们老两口也没几年了，你那房子也空着，让我们住过去，时常见见孙女，这个要求不过分吧？我略一挑眉，原来在这等我呢。可我跟孩子暂住在闺蜜家，房子里还有租客，让他们尽早搬走。那房子就是你的根，你和女儿还能去哪里？公婆很快拎着大包小包住进来，主卧的租客月底才到期，他们还暂住女儿房间。只是这次嚣张了不少，红光满面的，丝毫不像刚死了儿子又确诊大病的人。我笑了笑，口不由心地说，二老就把这里当成自己家。转身，我从储藏室把孙少伯的灵位香烛照片都搬了出来，摆进了儿童房。黑白照片正对着床，红灯24小时常亮，香不断，把公婆看傻了。房子要出租，一直没好好供奉起来。现在爸爸妈妈来了，少伯你就常回来，和他们说说话。我笑着点了一炷香，婆婆脸都气绿了。
您一家3口团聚，肯定高兴坏了吧？告诉少伯别急，您过几年就去看他。婆婆眼睛瞪得像要吃人，估计又打什么坏心思，脾气隐而不发，只是淡淡讽刺我们都老了，斗不过你们这些小年轻，求你施舍一间房过分吗？不过分啊，我成全你们。我还说要找个人伺候二老，把赵家静喊来了，反正他们巴不得早点一家团聚。我给赵家静1个月开4000，当住家保姆，就住储藏室。她现在也没工作，早被我闺蜜开除了。嫂子，您看您和我提什么钱的事？少伯哥救了我一辈子，我孝顺自己爸妈，还要什么钱？行啊，那就不给了，我也怕提前寒了你的心。赵家静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凝固了，她跟我客气客气，我倒是真不客气。她找了个周末，提着大包小包搬了进来，急切的样子就好像我房子里遍地是黄金。我温柔地带她去储藏室，太委屈你了，可是房子就这么大，你先在储藏室凑合一段时间。赵家静寡丧着脸，在推开门的一刹那被吓着了。储藏室不大，却在角落里供奉了一个她不认识的神仙，金光闪闪的，即使不开灯，神仙身上反射出的经文也能印满整面墙。嗨，这都是我爸妈生前的旧物，据说招财的，没地方摆我就放储藏室了。你别管这个，盖块不就行了？赵家静脸色有些僵硬，迟疑着问我，嫂子，家里摆这个可不太吉利吧？这是专门镇煞气的，住这里没问题吧？我脸上一副无辜纯良，心中却连连冷笑，就知道你是信这个的，前世死了还不放过我，后面有你好受的。当然没问题啊，咱们又没做亏心事，你就当那是个人偶，反正我是唯物主义者。那段时间我睡得挺踏实，资产都转移差不多了，未来我准备带着女儿出国，现在的房子也打算卖，价格比市场低很多，要求全款一次性付清。老两口和赵家静估计睡不安稳，第2个周末我去探望他们，3人脸上都是乌青乌青的黑眼圈。见我进门，婆婆没好气地哼了一声，指桑骂槐道，有时候要说这儿媳啊，还不如一个非亲非故的小丫头。嘴上说着孝顺公婆，婆婆病了想喝碗热粥都找不见人影。住着我家的房子，坐着我妈妈选的沙发，想教训我，她算老几？我放下背包，招手喊来赵家静，二话没说扇了她一巴掌。所有人都懵了，你就是这样照顾二老的？他们可是你救命恩人的爸爸妈妈，连口热粥都不给喝。妈，您实话说，是不是赵家静虐待您了？受什么委屈您跟儿媳说，有儿媳在呢。婆婆气得嘴唇发紫，指了我几下，我眼疾手快把她的胳膊塞回毯子里。妈，您别生气，小心着凉。我知道您受委屈了，有我呢。赵家静捂着右脸，委屈大喊，顾早你有病吧？说的是你狼心狗肺，你怎么打人啊？我立刻转身又扇了她一巴掌。我们母女讲话，你一个外人插什么嘴？还挑拨我们的关系？我妈妈是那种小心眼的人吗？你就这样对待英雄一家？赵家静头发都散了，红着眼睛要跟我掐。婆婆咳嗽着怒吼，住手，别吵了，晚上要去医院给老头子送饭，小静是孕妇不方便，顾早去炸点饺子吧。我慢条斯理地整理好衣服，临走暗讽赵家静，怀着孕就娇贵了。我要是你，我早就烧盆洗脚水伺候婆婆赔罪了。赵家静估计恨我恨得要发疯了。没多会儿，我在厨房炸饺子，她端着一盆热腾腾的洗脚水走进来，和我挨得很近。她说，嫂子，您不能逮着我一个老实人欺负啊。我明明在说话，她手里的热水盆却往热腾腾的油锅里倾斜，砰，快到我来不及反应，整盆热水全洒了。刹那间我呼吸一滞，身后不知从哪伸出一条有力的手臂，拎着蒸锅盖子飞速扣在油锅上，水花飞溅浇灭了煤气灶，一滴都没滑进锅里。搞什么？阿姨你注意点，热水进油锅很危险。我错愕回头，身后站着租住主卧的毕业生许于白。晚归的他带着一身酒气，凌乱的发丝遮着不太好惹的一张俊脸，足有1.9米的身高，带着股与生俱来的压迫气场。赵家静有点心虚，立刻蹲在地上捡泡脚的中药。你说我怎么没拿稳呢？许于白讽刺地嗤了一声，又冲我扬了扬下巴。房东姐姐，我有事和你商量，进来谈。我临走前狠狠踹了赵家静一脚。
进屋后，许于白关上门，低声问我房子是不是要卖了，他想买。他直博还有1年毕业，想跟哥们搞创业公司。我房子的地段价格都是首选，他们几个人能凑够钱，求我再等几个月。我确认了他的身份信息，反正还需要几个月解决孙家人，便答应了。我和许于白商谈完，刚出卧室便被婆婆拦住了。婆婆背着手，严肃地对我俩说：“顾早，别忘了你还养着我们孙家的骨肉。寡妇和男人独处一室，抛头露面像什么样子？以后租房的事你别管了，是交租金吗？学生你进来和我谈。”哦，他这么想吗？我立马给许于白续签了半年主卧，就天天在婆婆眼前晃悠，气死她。她算老几，跟我立什么贞节牌坊？以我对婆婆的了解，这是她肯定添油加醋说给孙少伯听。没过几天，孙少伯就出现了，主动上门，熟门熟路地走进主卧。屋里很暗，我正毫无防备地睡在大床上，笔记本电脑、手机等贵重物品都在，气得孙少伯直翻白眼，估计快爆炸了。他恶狠狠地骂了我几句，却不敢太大声，猫着腰先趴在电脑前忙活了一阵。他是知道我的账户密码的，他一直在找机会转移我的股票资产。他重生后没有搞事业，一门心思想榨干我的所有价值。滴滴滴，手机铃声吓得孙少伯心脏差点跳出来。我迷迷糊糊爬起来接电话，假装没看见他。你问股票和基金？少伯去世之后我也不会弄，就全卖了，拿钱给小男朋友买辆车呗。啪，黑暗里我的手机被孙少伯一下子撞飞，摔了个粉碎。孙少伯用猩红的眸子瞪着我，手臂突然青筋暴起，一把将我按在墙上，掐住了我的喉咙。死婆娘，你是不是在耍老子？钱都给别人了？我暗暗勾唇，人上钩了。孙少伯阴厉低语，没想到下一秒他被人拎着后衣领狠狠甩了出去，砸在墙角的花瓶上，摔了个四脚朝天。你掐他干什么？私闯民宅还故意伤人。许于白从窗帘后走出来，按我们约定好的报警。孙少伯一下子清醒过来，手脚并用往外跑，被许于白眼疾手快按住，捏起下巴，跪在地上接受我的审问。好奇怪啊，金融系统的账号密码只有我老公知道，难道我老公借尸还魂了？这可是全球首例啊！听说实验室有机器能测出来，捐献解剖样本有奖金拿。在许于白听来荒谬至极的话，却让孙少伯害怕的抖若筛糠，只剩猩红的眼睛死死瞪着我。我听不懂你说什么，我叫刘伯阳，来找我未婚妻的。孙少伯的魂穿的这具新身体叫刘伯阳，比原先年轻几岁，模样很普通。从前是摆渡车司机，目前是无业游民，和亲生父母断绝关系好多年，联系不到家人。在警局，他的解释我一个字不听，送他拘留大礼包。姗姗来迟的赵家静吓到当场昏倒，送去医院打保胎针了。公公在医院听到这个消息，也气昏了过去。婆婆正要破口大骂，我忽然反问她，一个私闯民宅的外人，您这么生气，难道他是您儿子啊？婆婆一下子哽住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好久之后，她对我说，行，那咱们不提外人。你公公下一个疗程还得花钱，我们家没钱了。你丈夫可是有见义勇为证书的，他父亲缺钱治病，你管还是不管？前世我家境不错，却被孙家人道德绑架，倾家荡产救这位英雄的父亲，帮他做手术。而这两人转头就把积蓄都转移给孙少伯，继续吃我的喝我的，吸我的血养他们全家。治病问医生啊，问我有用吗？好像没有法律要我掏钱吧？反倒是您在儿童房住几个月了，是不是得交个房租啊？婆婆二话没说挂了我电话。没过几天，女儿突然在闲聊时说，今天幼儿园体检，在医院遇到了爷爷奶奶，有几个检查不认路，奶奶带她去的。我下意识攥紧了拳头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没错，前世我公公等不到骨髓移植，就把主意打到了我女儿身上。在黑诊所，不满5岁的女儿被迫做了骨髓捐献手术。想到这里，我几乎恨得上下牙打颤，他们简直是禽兽。我一刻也不等了，既然他们已经盯上女儿，我干脆带着女儿租了同一层的小户型，频频带她到公婆面前晃悠。虚弱的公公爱怜地摸女儿头顶，像看一件商品似的看她，慢慢诱导说，宝贝乖，如果爷爷病了，你愿不愿意救爷爷？女儿毫不犹豫回答，
爷爷是要走了吗？我看见爸爸站在您身后啊。公公被我女儿吓得不轻，那段时间吃不好睡不好，天天病怏怏地躺在儿童房里。赵家静住院等生，婆婆忙着照顾，孙少伯又还没放出来。趁着没人管他，我认为时机到了。那天公公去医院拿药，我立刻给全屋换上了智能家电，就是质量不太好。晚上反锁房门，自动开窗，灯时亮时不亮，小爱同学还总播放一些心经。白天呢，我女儿又总是无意间说看见爸爸站在爷爷身后。我好心请来几位高人，给他在卧室里贴符驱邪，天天烧香，呛得他肺都要咳出来了。这么折腾了1周不到，老头直接被120拉去了医院，高烧合并肺炎，医生给下了病危通知。说来也巧，婆婆在赶来的路上听闻喜讯，赵家竟给她生了个大胖小子。什么故弄玄虚的，我不怕什么鬼神，符咒赶快弄走。家电坏了就去修。孙少伯被放出来的第1天，立刻抱着大儿子，牵着媳妇妈妈返回我家，住进了储藏室。装神弄鬼这一招对付得了迷信的公婆和赵家静，可对付不了还魂的他。他嚣张的大放厥词讽刺我，对公公婆婆还收房租，那老头子还在 ICU 吸氧呢，他们哪有钱？我听说你丈夫是见义勇为去世的，你可真狠啊！这房租我们替他交了，就让老两口住。我笑了，敢住尽管住，我还能让你家再害一次？重生后的孙少伯钱没拿到，股票没骗走，房子没头绪，父亲躺在 ICU， 除了儿子几乎一无所获。我猜他等不及要对我们母女下手了。某个晚上接女儿回家时，发现家门口有一袋零食，全是女儿爱吃的。女儿捡起一包全是添加剂的辣条，是不是爸爸回来了呀？只有爸爸才给我买这个。我看了看孙家人的大门，不禁冷笑。那天半夜，我故意在楼里制造出好大的动静，吵醒了孙家那一屋子人。对，120吗？我女儿好像急性过敏了，现在呼吸很困难。我折腾了一晚，第2天魂不守舍地跑回来，眼中的光亮全都灭了。赵家静似乎等候多时，穿着月子服跑出来，抓着我问：嫂子，昨晚怎么回事？孩子呢？孩子没救回来，医生说是过敏。我女儿要是没了，我日子可真没有盼头了。孙少伯倏然打开门走了出来，一脸淡然，怎么不小心照顾她呢？小孩子过敏很严重的。如他们所愿，我继续说，女儿要是没了，老公也走了，我也不想过了。孙少伯眼前一亮，因为前世我就是这样心灰意冷，从楼顶跳了下去。看着这对狗男女兴奋又隐忍的脸，我擦了擦泪，目光空洞地说，不过要是我也走了，我肯定会把房子和钱都捐掉。难道留着给公婆吗？我可不会那么傻。下一秒，女儿开开心心跑出来，跳到我怀里，妈妈，去幼儿园吧，要迟到了。那对狗男女的脸色骤然大变，眼里浮现出无法遏制的怒火。哦，戏演完了，让我看看是哪2个又蠢又坏的傻子上当了呢？电梯门缓缓关上，隔绝了孙少伯的暴怒咒骂，连带着一顿摔摔打打。前世他没搞什么事业，挖空了我的钱，足够下半辈子吃喝无忧。这次他依然如此，像闻到肉味的狗，咬着我的房子不撒嘴。于是我探望婆婆时，故意当着孙少伯的面给许玉白打电话。你急什么？房子迟早是你的，我给你留着，肯定不会有人抢的。你什么时候想要，我就把租客清走。那件事尽快定吧，毕竟我们也互相熟悉了。我看见孙少伯眼睛都直了，手里的薯片被攥到砰一声炸开，恨不能冲上来把我撕个粉碎。急吗？急死你，逗狗真好玩。几天之后，我接到物业的紧急电话，说我家煤气泄漏，120抬走了我婆婆，还有一个小孩子。婆婆抢救了几小时，我刚到就被邻居拦住臭骂，一家人哭得稀里哗啦。是的，煤气中毒的小孩子不是我女儿。我预料不到他们用什么方式害女儿，所以我换了种方式提醒女儿，你成为被选召的少女之后，身份特殊，如果和奶奶或刘叔叔、赵阿姨在一起超过5分钟，他们会爆炸。时刻记住，超过5分钟，你要用尽一切办法离开，不能伤害普通人。那天中午，婆婆独自接走了女儿，把幼儿园老师糊弄过去了。她回家点上炭盆做烤肉，关上窗，安静地上演了一出大戏。但她没想到，我女儿数着5分钟，
什么零食玩具都不管了，头也不回跑出大门。她在门口遇见邻居小女孩，邀请对方去家里吃大餐。后来女儿被锁在门外，婆婆诬害了邻居女孩，把孩子迷晕的剂量小，她撑着最后一丝清醒，亲手报了120。而这一切都被智能家电的摄像头记录了下来。人虽然抢救过来了，但私了还是打官司，要看孙家人赔多少钱。我抱着女儿，一脸无辜地坐在婆婆病床前，安慰她说，要不您看看大孙子吧，有了孙子，什么愁事都不重要了。婆婆用尽全身力气瞪着我，满口黄牙几乎要咬碎了。烤肉多危险啊，万幸您亲生孙女没事，对吧？婆婆抬起酸软无力的手，还妄图扇我巴掌，我用力一扯，把她的输液管拔走了，血飙得好高。走出病房，孙少博正蹲在门口阴郁地查存款。见我出来，他抬了抬眼皮问，顾嫂，你知道我还魂重生对吧？你就这么急着要缠上我？看我和嘉靖恩爱爱，就百般阻挠，想拆散我们。我捂住女儿的耳朵，让她跟护士姐姐去儿童区。孙少博站了起来，满眼深情解释，我大难不死，重生在新的身体里，难道不是老天要我和嘉靖再续前缘吗？咱们俩一点都不合适，你别再纠缠我了好吗？我真是被他惊呆了，世界上怎么能有如此不要脸的人？那你早点从我房子搬出去，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。你搞清楚，结婚时虽然住你的房子，我没为这个家付出吗？房子不该给我一半吗？你丧尽天良，是会遭报应的。我默默拿出手机，上面显示着正在录音。孙少博脸色一下子变了。我问心无愧，倒是今天的谈话我留下证据了。哪天我和女儿要是出现意外，警官大人一定是被这个人害死的哦。孙少博脑子发热，撸起袖子朝我扑来，想抢走手机。走廊上一个急救的病床从我俩之间穿过，我趁机逃掉了。后来孙家人一合计，给老头拔管放弃治疗，用卖房剩下的钱堵住了邻居的嘴。选孙子没选老的。公公遗照被捧回家的那天，孙少博指着心口发毒誓，妈，我一定不会放过顾早母女，我早日让您住进这里，抱孙子，和嘉靖一起享福。他可能猜不到我在做什么，他魂是回来了，哪这么容易就享福？简单讲就是，我委托闺蜜联系到了孙少博新身体的父母，刘氏夫妇。孙少博的新身体是和家里断绝关系才来大城市打工的，他以为这边的家人不用处理了，一心找原父母尽孝。殊不知，当我把他娶妻生子，生了个大儿子的消息告诉刘母后，对方激动得热泪盈眶。但我话锋一转，又说孙少博好像认别人当爸妈了，和妻子孝顺别人。刘氏夫妇急了，说怎么也要去见见儿子。那一年除夕，我和女儿邀请许玉白来家里吃饭，别留在屋里遭孙家人白眼。婆婆带着孙少博夫妻热热闹闹包饺子，儿子以另一种方式回来了，还生了大孙子，日子都有盼头了。不幸的是，刘氏夫妇上门了。没多时，楼道里回荡起激烈的争吵声，摔盆砸碗，孩子大哭。我倒要看看孙少博如何解释，是承认婚穿这个反科学事件，还是闭口不谈，把婆婆当外人赶出家门。刘母不是个好惹的，从进门骂声就没断过，婆婆反正不是她的对手，一家人闹到楼道里，撒泼打滚，邻居差点报警。不知多久之后，大门砰的一声摔上，婆婆和她精心包的酸菜饺子被扔出门外，窗外炸起绚烂的烟火。新年了，奶奶吃饺子呀！我女儿不知发生了什么，好心跑到门口，婆婆正要朝她吐苦水，女儿一看小手表，立刻头也不回地跑进家里，用力关上了大门。哦，到5分钟了，怕奶奶爆炸。新年之后，许玉白终于凑够了钱，办了房屋交易手续。刘氏夫妇总觉得儿子不对劲，被赵家静这个女人勾了魂，还认别人当妈，于是不由分说住进了我家的儿童房，把婆婆彻底赶出去。婆婆房子早卖了，后续给公公治病，给大孙子贴钱，一分不剩，竟然只能睡在小区绿化带。刘氏夫妇更疑神疑鬼的一查，竟然发现孙子不是刘家血脉， DNA 对不上，能对上就怪了，那是孙少博前一具身体的孩子。我猜孙少博现在慌死了，根本不知如何解释。刘氏夫妇的泼辣有目共睹，几个人在家天天吵，赵家静绝望的哭声每晚飘遍整个小区。相比之下，
我在刘氏夫妇心里的地位就高多了。我是通知他们儿子消息的大善人，我还是房东，他们主动邀请我吃饭，问我能不能减免一点房租。我无辜地摇摇头，这是我做不了主。房子已经过户给许于白了。孙少博连日来都浑浑噩噩的眸子一瞬间清亮了，猛然站起身，指我的鼻子痛骂：贱人，你早就跟他有一腿了是吧？刘母满面愁容，向我一个劲道歉，说儿子精神不正常，最近想带他去看看病。我笑着喝了口汤，拿出手机里婆婆捡垃圾的照片，递到他们面前说：可能都是和这位老婆婆待久了吧。这人脑子也不太对，烧炭害过邻居孩子，自己老伴也不治了，卖完房子就赖在我家缠着你儿子，也不知道图的什么。刘氏听完直喘粗气，在桌子下面狠狠攥住了孙少博的手，还能把我大儿子抢走？以后你离那个疯婆子远点。孙少博面孔呆滞，毫无表情，麻木的脸上两只眼睛偶尔转动一下，皆是满满的恨意，直冲我而来。赵家静跳楼了，但是没成功，听说被刘母日夜拴在储藏室里，骂他是小荡妇，等孩子断奶再处理他。公婆再阴狠，也是读过一些书的体面人，和刘氏夫妇这种上来就搞野蛮手段的比不了。孙少博跑过几次，被老太太撒泼打滚骗了回去，户口本上是母子关系，连警察也只当家庭矛盾调解。我不止一次收到物业的警告，说如果家里再打骂女人，就要报警封我的门。为此我对许于白还挺内疚的，毕竟是他的房子了。刚好和女儿的出国手续办得差不多了，我主动请许于白吃饭道别，介绍了几个律师朋友给他，等租期一到，直接清退这些人。吃饭的那天阳光很好，十字街头有很多卖氢气球的小贩，正是樱花飘落的季节，在附近参加 cosplay 活动的小孩子们结伴走过，风吹着樱花瓣落在他们的头上、裙子上，一切都那么静谧美好。下一秒，急促的引擎轰鸣声从远处传来，本该红灯减速的吉普车反而猛踩油门，像失控的野马撞入人群，撞飞了正在吃棉花糖的小女孩，撞飞了牵着她的母亲。尖叫声四起，暗红色的鲜血染红了斑马线，吉普车连撞8人，终于停在电线杆前，起了好大的火。司机孙少博从里面爬出来，半张染血的脸上挂着前所未有的疯狂得意。死了，都死了，房子和钱全是我的了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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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待他目光聚焦后，瞬间瞳仁猛缩，难以置信地从地上爬了起来。我和许于白一人拉着女儿一只手出现在他面前，人群里有个被急救的小女孩，穿着和我女儿一模一样的裙子。她走投无路动了杀心，可也许是精神失常，伤害了许多无辜的人。我和女儿没有重复前世的噩梦。你借尸还魂就能为所欲为了是吗？犯下多少罪，留着去牢里，去精神病院慢慢想吧。在孙少博绝望的大吼中，我亲手将他送上警车。这起恶性伤人案件得到重判，不过他喊着自己是灵魂转生，被带进精神病院，一次又一次做病情评估，即使逃过法律制裁，也会终身囚禁在那里，要么死，要么承认自己疯了。不久，我从国外看到了一条轰动全球的新闻，全球首次发现灵魂转生案例，华国男性刘博洋已被移交研究院，由多国专家进行联合研究。疯疯癫癫的苟活和反科学的秘密公之于众，被全球人类研究，哪一个更恐怖呢？我想，这都是孙少博应得的报应。